年龄大了要戒酒吗？医生建议60岁后喝酒牢记4不喝，对身体好。老孙今年62岁了，年轻时喜欢喝点小酒，退休后更是每天晚饭都要来上一杯。老伴张阿姨看在眼里，总是劝他少喝点，年纪大了，喝那么多干嘛呢？但老孙每次都笑着说，我身体硬朗，喝点不碍事。有一天老孙和几个老朋友聚餐，大家喝得尽兴，酒杯碰来碰去，一高兴他喝多了，回家时晕晕乎乎，差点摔一跤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老孙感觉头痛，胃不舒服，还觉得胸口发闷，去了趟医院。医生检查后告诉他，年纪大了，身体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能耐受酒精了。过量饮酒会给肝脏、胃和心脏带来很大负担。医生还特别提醒他，有几种酒不能再碰了。可老孙喝了这么多年酒，一下子戒掉真的能行吗？老年人饮酒风险高在哪？老年人喝酒看似是个小事，饭桌上一瓶啤酒，一杯小酒，舒坦开心。但其实随着年龄增长，酒精对身体的影响逐渐加重，尤其到了60岁以后，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，这时候再用酒来助兴，风险就越来越大了。首先，不得不提的是肝脏，肝脏是人体主要的解毒器官，而酒精的代谢几乎完全依赖肝脏。年轻时偶尔喝点酒，肝脏还能撑得住，但年纪大了，肝细胞的修复和再生能力逐渐减弱，喝酒很容易给肝脏带来不可逆的损伤。到时候表面上可能看不出什么大问题，但其实肝脏早已在默默承受着负担。除了肝脏，心脑血管的压力也不容小觑，酒精会扩张血管，短时间内可能让人感到血液流通的更顺畅，但这只是暂时的假象。酒精代谢后，血压反而容易快速上升，这对高血压患者来说是个大威胁。长期这样下去，发生心梗、脑卒中的风险大大增加，轻则伤身，重则威胁生命。年轻时喝点酒，可能觉得头晕是微醺，但老年人神经系统本就开始退化，长期饮酒会让大脑的反应越来越迟钝，出现记忆力减退，甚至加速老年痴呆的发生。而对胃部的刺激更是不可忽视，年长者的胃黏膜已经比较脆弱，酒精进入胃部后会直接刺激黏膜，导致分泌出更多胃酸，出现胃灼热、胃痛等症状。有人可能会想，自己几十年喝酒也没出什么事，现在岁数大了，没必要这么小心。然而，年轻时身体代谢旺盛，酒精对器官的损伤不会立刻显现，但年纪大了，器官承受力下降，早年积累的隐患就会逐渐显露出来。尤其60岁以后，很多问题都可能是积累爆发。为何老年人戒酒不易？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，戒酒真的没那么简单。喝了几十年的习惯，甚至比吃饭还重要。这时候，酒精不仅仅是调节情绪的工具，还成了生活里的一种心理依赖。年轻时工作应酬、朋友聚会，酒桌上培养出来的感情已经扎根多年。一些老人觉得戒酒意味着减少聚会，甚至疏远朋友，对他们来说，酒不仅是酒，更是一种连结。一起喝酒聊天，说说老年生活的酸甜苦辣，这种陪伴感让他们觉得自己依然是社交的一部分。所以说，让他们戒酒，表面上是让他们健康，但在他们看来，这也许是让他们孤独。另外，不少人会觉得，我喝了几十年，也没看出什么问题。这时候身体出现的小毛病，他们往往会忽视，觉得和喝酒没关系，更多归结于上了年纪。甚至一些老人相信以酒养生的说法，觉得每天喝点酒能活血化瘀，促进消化，把喝酒当成健康法宝，这种自我暗示让他们更难戒掉。除了心理层面的依赖，长期喝酒会让人体对酒精产生依赖，戒酒时可能会出现焦虑、失眠、心情低落等不适感。尤其对老年人来说，这种不适会被放大。戒酒之所以难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，缺少合适的替代方式。年轻人可以用运动、旅行、兴趣爱好代替，但对年纪大的老人来说，体力和精力受限，出门活动、找兴趣爱好不太现实。家庭环境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。老人和家人住在一起，家人可能不希望他们继续喝酒，但往往碍于情面，
或怕伤了和气，不会强制干预。加上孩子工作忙，无法经常陪伴，老人孤单时很难找到替代，生活单调，便更依赖酒精。可以说，戒酒不仅仅是戒掉酒精，而是戒掉一种生活习惯，一种情感依赖。3. 60岁后牢记4不喝原则。到了60岁，不少人生活逐渐闲适，和老朋友小聚，喝杯小酒成了日常消遣。其实，适当的社交和放松对健康确实有好处，但医生们总是特别提醒，过了60岁，喝酒还得注意讲究点。为了健康，这个年龄段的饮酒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随性。要是不想戒酒也行，但医生们普遍推荐一个4不喝原则，让我们既能享受小酌的乐趣，又能尽量减少健康风险。第一个不喝是高度酒，很多人都觉得高度酒更过瘾，尤其是白酒，入口有劲，喝完才觉得有种酣畅的满足感。但高度酒里的酒精浓度也更高，进入身体后，肝脏得加倍努力去分解这些酒精，对他来说真是个沉重的负担。肝脏一直在日复一日的帮我们处理这些毒素，一旦积累过多，脂肪肝、肝硬化甚至肝癌的风险都会升高。第二个不喝是空腹酒，很多人喝酒就是图个轻松自在，有时候饭前先干一杯开胃，觉得这样喝更尽兴。其实喝进去的酒精直接接触胃黏膜，就像一剂刺激性的药水一样，会引发胃酸分泌，长期如此容易让胃黏膜损伤，时间久了甚至可能导致胃溃疡、胃出血。第三个不喝是冰酒，尤其到了夏天，冰啤酒大受欢迎，一口下肚冰爽的很，但酒精遇上冰冷温度更容易伤害胃黏膜，而且寒冷的刺激加上酒精的刺激，老年人的胃可能扛不住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折腾。医生建议60岁之后还是喝常温的酒更安全，尤其是那些容易有胃病的老年人，更应该避开冰酒。第四个不喝是大酒，这个大酒不是指酒的度数，而是质量。喝酒本来就是个很容易上瘾的事儿，有时候聚会兴头一上来，不知不觉就多喝了。其实只要酒精一进身体，肝脏和心血管就开始承受压力，喝多了不仅伤肝，还会让血压飙升，加剧心脏负担。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，戒酒不容易，毕竟喝了一辈子，生活里少了酒，确实少了几分趣味。医生也并非一刀切的让大家完全戒酒，而是提醒要适量。4. 如何逐步减少酒精摄入。戒酒这事对老年人来说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戒得太突然，生活里仿佛少了点乐趣。所以逐步减少酒精摄入是个好方法，不仅让老人更容易适应，还能有效降低酒精对身体的长期伤害。第一步就是找到替代品，如果把这杯酒换成其他饮品，既能保留这种生活仪式感，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。比如把啤酒换成无酒精啤酒，口感接近啤酒，又不用担心酒精的影响，或选择果汁、酸奶等更健康的饮品。身边人的鼓励和陪伴也非常重要，很多老人喝酒其实是一种情感寄托，家人如果能多陪伴，让老人感到温暖，他们会觉得不再那么依赖酒精。家人可以尝试在晚餐时间多和老人聊聊天，或者邀请他们看喜欢的节目，去公园散步，用健康的互动方式来代替喝酒。制定适量的饮酒计划也是一种实用方法，直接戒酒可能难以坚持，不如先从量上减少。比如一周中约定只喝2-3次，每次的量也比之前少。可以给自己定个小目标，逐步从每天1杯减少到2天1杯，再到1周1杯。对于长期饮酒的老人，培养其他兴趣爱好能起到很好的分散作用。老年人一旦生活中有了其他有趣的事，就不再那么依赖喝酒来打发时间。比如尝试一下种花养草、下棋打牌、绘画书法、听广播等，这些都是很好的替代方式。爱好一旦培养起来，自然会发现不喝酒的生活也可以丰富多彩，反而会让自己更健康。想逐步戒酒，还可以尝试慢饮的方法。许多老人喝起酒来会不自觉的一杯接一杯，不知不觉就多了。可以尝试慢慢饮用，或者在2口酒之间加些水分，延缓饮酒的节奏。健康优先，减少酒精摄入，不仅是为了自己，也是对家人负责。
在晚年生活中逐步减少酒精的摄入，让身体有更多的休息和恢复的机会。长此以往，老人会发现，少喝甚至不喝，生活依然可以充实和幸福。对于6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，酒杯里的隐患并不只是小酌怡情那么简单，而是随着年纪增长带来的健康风险。酒精对肝脏、心血管、神经系统的影响逐渐显现，不仅加重了老年人的身体负担，还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疾病。戒酒不易，特别是当饮酒成为习惯甚至依赖时，更加困难。但正因如此，减少酒精摄入，逐步戒掉酒，才是对晚年身体的最好保护。医生提出的4不喝原则是一个适宜的折中方案，帮助老人享受生活的同时，减轻酒精的危害。此外，通过培养兴趣爱好，增加陪伴，老人也可以找到新的生活乐趣，让生活不再仅仅依赖酒精来消遣。健康优先，戒酒虽然不易，但只要逐步调整，掌握方法，老年人也能在没有酒精的生活中找到健康与快乐，享受高质量的晚年生活。